比如听音乐的时候，你们俩放的是一首歌，哎，我操，我们俩都听是一首歌啊，这是加分现象。可能他们会觉得更多亚洲男生就是比较文弱吧，就单纯喜欢读书，别的就什么也不会，没有什么幽默感。你呢？就是别下头，别抬杠就行了，不会就是一上来就跟你对着来那种。但是我们是要来约会的话，也许你可以去试着去尝试去理解一下，或者我们可能完全不是一个行业，就是很任性的那种，就是可能他就是你说不出来他是因为什么去发脾气也好，或者是去耍性子也好，但是你不管怎么跟他说话，他都不听你的那种感觉。Hey guys, this is Aiden.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This video I'm going to interview Chinese guys. What Chinese guys think of dating and what are some turn-offs or red flags in dating. And also how to leave a good impression on the first date. If you're looking forward to date a Chinese guy, this is the video for you. Let's get started then. 那我们开始吧。OK，非常感谢你们时间，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来自哪里，还有年龄吗？我就是来自北京，然后今年23岁。我也是。你们有最想去的国家吗？最想去的国家其实没有吧，其实没有吧，因为刚从国外回来，就感觉外面，没有什么好奇心了已经。在哪个国家回来？哦，在爱尔兰那边上学。你呢？我就在本地待着挺好的，我觉得。OK， 我们问一些约会的话题。你们之前有约过外国女生吗？有过，就在那边留学的时候嘛，就是因为我身边没有什么中国同学在那边上学，中国人比较少，然后就也只能跟外国女生玩嘛，对，所以就约过几次会，然后谈过一个女朋友这样。你呢？我没有，我是本土化。就是你还是比较偏向于跟中国女生谈恋爱。对。然后因为我跟外国人没啥接触。你在爱尔兰约会的时候，你感觉有什么样的一个文化差异？我觉得最大文化差异就是聊天的时候，你不能像，比如说你在国内跟女生约会的时候，你可以很多聊到童年呀，或者说聊到目前的这种兴趣爱好。那边兴趣爱好跟国内就是不太一样嘛，会有一些历史文化的差异，但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就是尤其你是讲跟外国女生谈恋爱的时候，也是那种感觉，就是她们女生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她们的需求点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这种感觉。你觉得外国女生通常对于中国男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偏见？我觉得更多偏见可能就是这个，我得思考一下。他们那边确实会比较喜欢那种偏运动类型的，然后比较喜欢那种强悍一点的。可能他们会觉得更多亚洲男生就是比较文弱吧，比较这个 nerd。比较特别就单纯喜欢读书，别的就什么也不会，没有什么幽默感，也不够风趣，整个人比较紧绷，也不够松弛，所以就像不会很难进去他们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就他们去酒吧喝酒啊，融入不进那个氛围，他们去开 party 啊，你也融入不进去，就那种感觉就会让他们觉得很没有魅力吧。我觉得还是有点放不开或者害羞。对，放不开就更比较含蓄。那你觉得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应该是男生主动买单，还是说可以接受 AA 制？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吧，就是看个人吧。如果女生想 AA 的话，那就 AA 了；如果不想 AA 的话，我请客也完全没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在于一定要 AA 或者不 AA， 而是说你本来就是约会嘛，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到这个妹子吗？那对吧？那你愿意买单，我觉得就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啊，就是你要为了搞定这个女生所付出的代价。这样说会被网暴的哦。啊，没关系啊，这就是实话呀。但是确实，我谁叫出来的谁付钱呗。哦，50 cents 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个样子，不可能你邀请我还要我付钱。虽然这是约会。第一次约会中，女生有什么行为是非常下头的？说实话，过去所有约会中，我都会尝试对方再去聊的东西是什么。目前来看，没有什么特别理解不了。但是如果是约会的话，我觉得能想到的最雷的点，可能就是一直在谈论他的前男友吧，对吧？毕竟你是在跟我约会，然后你却要一直谈别人的话，肯定会让人觉得非常不舒适。我觉得是这一点。你呢？我也赞同，因为第一次约会应该看不出来什么，除非真的很让人感觉到讨厌，那就浑身上下都是雷点。非常感谢你的时间，可以说一下年龄吗？24岁。哦，我们有一个话题就是约会的时候，女生有什么下头的行为？扫兴。哦，怎么说？比如说你这顿饭很好吃，他说不好吃，就很扫兴嘛。比如说这顿你去喝个酒，去个酒吧，
其实这里还蛮不错的，然后他跟你来就这里很不好我很不喜欢，就是扫兴嘛，每个人都会有一点扫兴的这种性格，但是他在某些那种场所里面，他会比较具象化，在这样的时候就会也不算下头吧，只能说不懂事儿，或者是就我觉得下头这句话不应该这么用啊，应该就是不好的一个人的一个负面，因为每个人都有负面嘛。对，而约会的最终目的是啥呢？我觉得是情绪价值啊，这是最终目的。就是两人出去约会，吃饭也好，喝酒也好，散步也好，或者逛商场也好，听音乐也好，最终的目的就是情绪价值。人跟人之间不就是一个情绪价值吗？就比如说这个地方你觉得确实还不错，但是女生很挑剔，表现的就很不耐烦这种就指的是这个意思。对，那扫兴呗。那有什么样的行为是比较加分的？比如说咱们吃饭，或者是逛商场。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比如说，对方也会赞同你的想法，说，挺好看，对，你想要吗？对，要的话，那你买呗。喜欢就是在那么一瞬间，在一瞬间加分，在生活中也会加分，但是有些加分现象就是在那么一刻，比如说听音乐的时候，你们俩放的是一首歌，我操，我们俩都听是一首歌，很好，这是加分现象。最后一个问题，有和外国女生约过会吗？外国没有。会考虑吗？跟外国女生不会，因为我是穆斯林对。国外有很多穆斯林的女生。对，所以穆斯林他只会跟穆斯林结婚，跟穆斯林谈恋爱，不会跟别的。对，是这样的。就哪怕他是来自中东的穆斯林，或者是摩洛哥的，那会，只要是穆斯林都 OK 的，没问题的。对，因为在这种吃饭的时候方便一些。对，比如说我不能吃佩奇，就猪嘛，那我跟别的民族谈恋爱，那我要去跟他一起吃，那不可能。清真，对，清真，对。谢谢你，没事，不客气，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你的时间，可以先告诉一下大家你的年龄吗？24岁。我26。OK，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就是在约会的时候，女生有什么行为非常的下头？就是我们约会了。那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是彼此是有一点感觉，或者彼此想要干点什么，就是可能是彼此想要了解一下或者怎样。如果进行了约会了这一步的话，但是完全没有对彼此的尊重和就是你可能只是碍于面子或者不好意思拒绝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下头。就是如果我指的是认真的约会的话，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要约女生的时候，她是为了不想让你伤心而拒绝，而不就会拒绝你，这种行为不太好。对，就是我们既然决定双方同意是要约会，那只能是证明我们可能都要想要跟彼此要怎样。当然这件事情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在谈恋爱之前可能没有那么确定或笃定，但这件事情好像成年人应该心里面应该会清楚吧。我只是觉得，如果咱们都出来了，但是您不尊重我，或者我们只是出来一下，然后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可能会觉得比较下头。女生具体不尊重男生的行为有哪一些？我也不想聊尊重这件事儿，因为每一个人跟每个人对于尊重这个行为的这个定义不一样。我们可能聊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压根儿就是你可能不喜欢或者不怎么样的话，可能跟一个陌生人你可能无所谓。但是我们是要来约会的话，也许你可以去试着去尝试去理解一下，或者我们可能完全不是一个行业，可能说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说一些兴趣爱好者可能完全不理解，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最起码的感受的那种尊重，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大概是这个吧。没感觉就不要浪费时间。貌似吧，我可能不太会用就是特别简洁的话去说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比较加分？我觉得首先是理智，是独立的和清醒的，就是比如说，因为是要来约会，就是要彼此去了解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能够去清醒的去意识到或者感受到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他能够是一个成年人去做出一些判断，我觉得是加分，因为我也不希望说是我很喜欢你，那我虽然不了解或者怎样，那我完全可以应和你，或者完全可以。你喜欢的我就可以这样，我觉得是要有独立和清醒的独立意志在，会比较加分。好，谢谢你，我们采访结束了。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的时间，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比如说年龄，来自哪里？
我是雨林，来自北京。我也叫赵亮，我是一位来自北京的本地人。你们今天是参加活动吗？对，楼上的兰蔻活动。OK，有第一个话题就是有特别想去的国家吗？泰国吧，想去东南亚转一转。我比较，你先说，不是你先。哦，你跑远了，跑远了。我想上法国，从小时候就一直想去法国，浪漫之都嘛，想去体验一下。是因为语言还是因为看到的一些画面？可能是网络的渲染吧，什么的。浪漫之都毕竟也是大家赋予它的那个称号嘛，看看它是不是地如其名吧。我们问一下两位年龄吗？他03，我04。哦，是成年了应该。Okay， 成年了，肯定成年了。那会考虑跟外国女生交往吗？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吧。可以。不排斥，但是可能反正就是不排斥吧，应该意愿不是很大。当然有女朋友了，有女朋友了。女生在约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雷点，或者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做？初次约会吧，我们先说。初次约会，迟到，时间观念不太强，这种可能觉得做事也没有什么规划，然后目的性太强吧，这种。什么样算目的性太强？怎么算目的性太强？这个不好多说了。比如说什么说脏话啊之类的这种。因为第一次见面，大家还没有很熟悉嘛，然后是要礼貌一点为主，差不多就这些。你呢？就是别下头，别抬杠就行，不会就是一上来就跟你对着来那种，受不了。你们身边有没有男性朋友是跟外国女生在约会的？有，我没有。之前公司有一个，就是也是模特嘛，然后一起就是他们在那公司在一起的一个外国的女孩。但是那个外国女孩中文很好，他们就基本可以中文交流。哦，那你那个哥们他会中文？哦，他会英文吗？会，他们基本就可以随意。如果未来有机会交外国女朋友的话，你们觉得会有什么难点？文化吧，文化还有语言。可能如果他不太会中文的话，我英文也一般。然后文化差异吧，可能什么饮食啊。然后婚恋观啊，这些可能都会有差异，没啥难点吧。OK， 最后一个话题，你们在北方来看，我是南方人，在北方来看，初次约会是应该可以 AA 制，还是一定是男生买单？男生买单吧，没有必要。我觉得 AA 的话就是比较生分吧，可以就是比如说你请一顿啊，我请一顿啊，比如你请我吃饭，我请你看电影啊。这种是很正常的，你要说每一笔花费，比如打个车什么，你都要细算，都要 AA， 很没有必要，就是这样。OK， 谢谢，结束了。没事，谢谢你们，没事。非常感谢你们时间，可以先说一下年龄吗？可以，因为我们俩是同龄，我们都是27岁。哦，我26。那我们是同龄人。第一个话题是女生在约会的时候有什么行为或者性格非常的下头？就是很任性的那种，就是可能他。就是你说不出来他是因为什么去发脾气也好，或者是去耍性子也好，但是你不管怎么跟他说话，他都不听你的那种感觉，可能就觉得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种。对，他不会。哦，对，他不会。女生怎么看对于任性耍脾气的行为？感觉其实很多时候的任性，有的时候是无理取闹。如果他是有原因的，我感觉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如果是纯粹的。单纯的为了发泄这个脾气的话，可能真的会很伤害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因为我们俩其实还好，就是这种现象比较少，就可能都是一些比如说朋友啊，可能会有一些道听途说的这种，然后会有。可以展开讲讲吗？就是我有一个同事，然后跟我吐槽他的那个前男友。然后他就说，他当时就是因为两个人一起逛街嘛，然后那个女生可能就是看到一些东西之后要给她男朋友分享的时候，然后那个男朋友就不管他女朋友说什么，他都说好，就很应付的那种回答，对。然后这种的就其实就是给不了情绪价值这种支持，就挺你呢？你觉得有什么男生有什么行为或者性格很下头？对，我本来就是想说他刚刚这个问题，就是当有一个人很想跟你分享他的精神世界，或者他今天的一些很想表达的想法的时候，对方总会用好来回应的时候，这是让我觉得最下头的。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现在的人更想在自己身上获得那个需求嘛，但凡是他想跟伴侣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肯定是对这个人是很信任的。但是我在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对我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的
需求欲或者是想要了解的时候，让我感觉真的是很下头。那谢谢。反过来我们问，就是有什么行为很加分？加分的话，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个话题，就是能跟你有一些话题上的讨论，然后能跟你有一些情绪上的共鸣，就挺加分的。就是可能你们两个之前的时候，可能共同看过一段视频也好，或者是一段音乐也好，然后当你无意中可能哼出这个音乐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个类似的一个东西的时候，然后另一个人马上就能 get 到你的点，然后就能给你，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然后一起看到的或者一起听到一个东西，然后马上就可以开始跟你一起就是这个东西就说出来了，就感觉像是灵魂共鸣的那种感觉是。我再翻译一下，就是说默契，而且能想起共同的往事。对对对，是。OK， 那就结束了，谢谢你们。好，谢谢。Okay,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Hope you guys enjoyed the video. Feel free to leave your thoughts and your concerns in the comment below. I think it would be a very interesting discussion. So if you have dated Chinese before, it would be nice to share your thoughts with other people. So yeah, as a fellow Chinese myself, I really looking forward more of my friends, more of the Chinese guys dating foreigner women. I think would be, let's make the world better. I also make the same video, same questions for Chinese girl. So what are some red flags? Blah blah blah. So feel free to subscribe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Oh, by the way,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